老样子，文案依旧写得很长，所以废话不多说，游戏人生的第11卷马上开始。故事一开始，男主正在王厅跟公爵家的女儿进行游戏比赛，这已经是近期以来的第5次了。因为男主吸纳了多种族的领地与资源，导致各地方的伯爵纷纷为了利益派遣自己的女儿进宫与男主对战。如果女儿们赢了男主，那些伯爵爸爸们就能得到领地和资源；如果女儿们输给了男主，女儿们就给自愿成为侍女，服侍男主一辈子。很显然，男主根本不会输，于是这些伯爵家的千金都欢天喜地的领取女仆装当女仆去了。男主顿时明白，这些千金纯粹是伯爵们派来的仙人跳，等他们当上王妃，伯爵们同样可以作为岳父得到想要的利益。本来男主想把这些妹子们干脆都赶回家，但是吉普利尔却一个劲儿的拍男主的马屁，说男主就是因为过于优秀，这些妹子才真心实意的爱上了男主，抢着要跟男主生孩子呢。所以吉普利尔劝男主不如趁此机会直接开后宫吧。男主很犹豫，问自己的妹妹怎么看。白那当然是一拍大腿就同意了。是的，妹妹白不仅允许男主开后宫，还发自真心的祝福男主早日摆脱处男之身。这话一出，男主立马就兴奋的冲到了宰相办公室，对着宰相史蒂夫说道：我要建后宫，我要当后宫之王。史蒂夫见男主这样，也是发自真心的说道：你白日做梦。史蒂夫不管男主的反应，疯狂的补刀说：一个离开妹妹连走路说话都办不到，平日里满嘴谎言又爱逃避、卑鄙自卑、游手好闲的人会受女孩子欢迎？你赶紧醒醒吧！听完话的瞬间，男主梦碎了，痛哭流涕中，男主就从梦中醒来了。原来刚才还真就是一场梦。但是男主发现自己和妹妹白正躺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陌生房间之中，而房间外正响着史蒂夫敲门询问的声音。原来男主与妹妹和史蒂夫、吉普利尔、伊米尔、艾因5个人被困在了一个无法使用魔法且没法破坏墙壁的神秘房间之中，唯一像是出口的大门上还写着不成为情侣就出不去的空间。那大门无论是拉还是推都打不开，而房子里面又没有食物，显然不能待太久。而男主他们的记忆是到收复基凯总那里就断片了，他们完全不记得后面发生了什么，可现在要出去就必须给配对成情侣才行。但这里有5个人，注定有1个人要永远的被困在这，这就导致吉普利尔、伊米尔、艾因、白为了抢夺男主凑成一对，各种吵架，甚至闹到要向盟约宣誓比游戏，输的人就从此必须讨厌男主。男主听完顿时就痛哭流涕，跑到出口门那里就疯狂转门，因为男主认为这帮女人争到最后那肯定会变成都讨厌我，最后留在这孤独终老的一定会变成男主他自己的。结果男主转门太过于用力，横向猛地一拉，唰的一声门就开了。男主还因为惯性被甩出去一个大马趴，大家就这样跟着男主出了房间，发现外面是由枯树林和玫瑰花组成的鲜花庭院，庭院中间有一个头戴花饰、个头跟婴儿一样却凹凸有致的美少女正在翩翩起舞。一瞬间，吉普利尔和伊米尔、艾因都显露出干架的气势，不约而同的说出是妖精种。妖精种是种族排名第9，由爱神创造，有着超强魔力的种族。这个种族常年被森精种奴役，但他们主要居住在魔力创造的亚空间之中，而在亚空间里，其种族的战力几乎无敌。在6000年前，该种族消灭了2位数以上的天翼种和437架基凯种，所以吉普利尔和伊米尔、艾因才会如此的紧张。但眼前这个妖精种并没有搭理男主他们，依旧像是在举行某种仪式一样翩翩起舞，小巧可爱的面容一丝不苟。好一会儿，他才终于停下了脚步，并发出了动人可爱的声音，说道：老娘为什么要干这么麻烦的事情？这时候妖精种才瞥了男主他们一眼，说道：你们醒了，游戏还没开始呢，老娘暂时没空理你们。说完，就见妖精种熟练的从裙子里掏出了香烟和火柴，然后猛吸了一口。就见一大口烟灰掉在了妖精种的裙子上，烫了一个洞，直接烧到了里面的肉。妖精种那是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在地上打滚灭火。男主心说坏了，刚才那个房间里面那个牌子的意思，该不会就是要我跟这个太妹凑成一对谈恋爱吧？男主毕竟是个处男，他可不想自己第一任女友是这么个玩意儿。就在男主想着对策的时候，妖精种终于把火给灭了，然后下一秒，妖精种变出了5个泡泡，不由分说把男主一行人给困
困在了泡泡之中。男主他们既不能发出声响，也动弹不得。接着就见妖精总突然跟一个发光的平面体摆出可爱的姿势，一改之前的说话模式，然后说道：“嗨，各位观众老爷们，欢迎订阅收看我福耶尼克南的直播企划，不成为情侣就永远出不去的空间。这里就是我构筑的虚拟空间，现在困着5位异族的男女，从今天起他们要一起生活，而他们脱离空间的条件只有2个。第一种就是认定彼此是情侣的2个人携手穿越门即可离开，第二种就是购买钥匙并使用钥匙的话便可独自一人离开。那么到底谁会成为情侣离开这里呢？什么？这个弹幕说我就这点能耐，什么打脸？还不知道谁打谁的脸呢？很快福耶尼克南像是要证明什么一样，直接让身边不受控制的男主他们挨个在发光平面体面前摆起了 pose。 从福耶尼克南跟屏幕里弹幕对话的状态来看，似乎当男主他们亮相以后，屏幕另一头的观众们立马就沸腾了，甚至期待起了接下来的活动。接着福耶尼克南把游戏规则又说了一遍，并诉说到了能离开这里的钥匙需要观众打赏的礼物来购买，而钥匙的价格是50亿。接着福耶尼克南用魔法改造了男主他们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和手机，让男主他们也可以通过电子产品看到观众们所打的礼物数，并且这些礼物还可以像钱一样直接拿来使用，购买吃喝用的东西。而这些都介绍完以后，福耶尼克南宣布游戏将于明天晚上8点准时开始，说完便停止了直播。男主他们也恢复了自由。男主他们知道自己即将要被强迫玩一场恋爱游戏以后，便趁着福耶尼克南忘关摄像头去应付直播间找茬的观众的弹幕的时候，男主趁机问福耶尼克南自己能不能跟福耶尼克南成为情侣福耶尼克南笑嘻嘻的表示不可能，因为他是游戏的主办者，并不参与到游戏的具体内容中。可还没有等男主问出第2个问题的时候，福耶尼克南就已经打了一个响指，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等福耶尼克南走后，男主陷入了自闭的状态，因为这个世界在没有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限制他人自由的。男主怀疑自己可能已经败给某个人，不然自己不会参与这种对自己不利的游戏。而男主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魅力，别人不会跟自己组成 CP， 而自己招人恨的属性，别人又不可能给自己打赏礼物，所以真相只有一个，我完蛋了。于是男主化作一团白色的木头人，谁都不搭理的在那瑟瑟发抖。没办法，妹妹白只好主持大局。在吉普利尔和伊米尔艾因总结中得知，妖精种其实是一种靠别的种族恋爱的故事来增多自身灵魂碎片及魔法能力的种族。他们种族的灵魂碎片又可以当做一种货币，在妖精种之间交易，碎片越多魔力越强，甚至可以延续寿命。总结一句话，妖精种就是一个靠吃八卦当吃瓜群众而活着的种族。所以妖精种跟森精种达成了共生关系，森精种奴役妖精种，要求他们提供魔法造物，而妖精种则靠观察多情好色的森精种的恋爱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灵魂碎片，延续寿命。不过平日里妖精种都住在一个叫乐园的亚空间之中，可困住男主他们的空间似乎仅是福耶尼克南一个人所造。刚才那个所谓的直播其实是因为妖精种有类似于魔法竞速目录里面御版妹妹军团那样由他们大脑所构筑出来的互联网。福耶尼克南利用这个网络向自己的同族进行了直播，看起来其目的就是利用男主他们的恋爱游戏向其他观众的妖精种们以打赏礼物的模式赚取灵魂碎片。男主他们看似是在挣钱买物资，实际上其实是将观众们打赏的灵魂碎片转交给福耶尼克南手中，由他用魔法变出对应的价位的资源。所以福耶尼克南并不直接参与游戏，仅作为第三方协助游戏进行下去。了解到这些以后，白并没有男主的那个决断力，男主此时又处于一个自闭的状态，于是大家一天啥都没做，愣在那个亚空间里发呆了一天。所以到了第2天，福耶尼克南气急败坏的再次出现在了男主他们的面前，并大声的吼道：你们赶紧给我谈恋爱啊！福耶尼克南的理由是他要当网红，得到更多同族的粉丝，而男主他们不想饿死的话，就给赶紧整活取悦观众，挣小钱才能有饭吃。好在这个时候男主终于恢复了冷静，冲着福耶尼克南就吼道：你那破钥匙50亿其他4人一配对就剩我，谁能给我打赏50亿？你考虑过我怎么办吗？该死的现充，我完了，我肯定出不去了。从这话，妹妹白和史蒂夫敏锐地察觉到了，男主其实不是怕出不去，纯粹是男主见不得别人成为情侣在自己面前秀恩爱。见男主各种搅局的状态，福耶尼克南实在是怕游戏没法进行下去，于是福耶尼克南提出了用互动小游戏促进感情的提议。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每个参与者分别给2张卡片， A 卡片上写上除自己以外的剩下4个人
人里面的一个人的名字，然后 B 卡片里面写上 A 卡片上的那个人在剩下4个人中最有可能喜欢的那个人的名字。写的时候大家不允许交流，只要参与游戏的5个人里面有2个人，无论顺序如何，只要 A、B 卡牌上的名字是一致的，那么福耶尼克南就用魔力强行让 A、B 卡牌那个名字上面的人强制双方当一整天的情侣。虽然第2天这个魔法就会消失，不过这个恋爱期间的记忆2个人都会印在脑海里，这样就能增进感情，给未来促成情侣离开这个房间奠定基础。并且为了让男主他们有积极性，福耶尼克南答应只要这游戏最终成功匹配出一对人，福耶尼克南就愿意以 yes 或 no 的回答方式回答男主他们一个最想问的问题，并且未来的每天福耶尼克南都会以这种类似的小游戏给男主他们有提问和回答的机会。这话一出，男主仿佛看到了避免被困在这里的希望，于是男主立马就作弊了。他用眼神和小动作告诉白，让妹妹白写上自己和吉普利尔的名字，这样男主既可以试试福耶尼克南所谓的强制恋爱魔法是真是假，同时也可以在出现危险的时候利用主人的特权让吉普利尔直接停手。只要有过这次经历，男主也算有过女朋友的人了，何况配对成功还能从福耶尼克南那边问出想要的情报，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果不出所料，第1轮游戏就成功匹配出了一对情侣，而这一对情侣正是吉普利尔和史蒂夫。没错，伊米尔·艾因是说什么都不会让别人捷足先登跟男主匹配成功的，所以伊米尔·艾因抱着吉普利尔和史蒂夫最先淘汰的思想写上了他俩的名字。而妹妹白也发现了伊米尔·艾因的心思啊，没错，白背叛了男主，白绝对不会允许除他以外的女人能跟男主凑成情侣的，而男主又不敢质疑自己妹妹的动机，只好假装啥都不知道。而按照约定，福耶尼克南立马使用魔法让吉普利尔和史蒂夫发自真心的成为了情侣。于是史蒂夫开始管吉普利尔叫主人，而吉普利尔管史蒂夫叫宠物。原来福耶尼克南的魔法是让2个人以心中对彼此最能接受的相处方式将2个人撮合成情侣，所以很快吉普利尔就在男主他们面前上演了一波把人调教成狗狗的爱情百合大戏。而这一场百合戏却深得妖精种们的欢迎，他们头一次看到了高傲的天翼种跟人类谈起了恋爱，所以兴奋的纷纷打赏，让男主他们获得的礼物数噌的一下子就涨到了100万。当然按照约定，福耶尼克南给回答男主他们一个问题，不过男主中间还耍了个诈，趁着福耶尼克南忙着剪辑百合大戏的视频时多问了一个问题。男主问为什么福耶尼克南不也参与到这个恋爱游戏之中，福耶尼克南则表示因为妖精种跟花一样是雌雄同体，完全谈不了恋爱，所以他们的灵魂征服只能靠别的种族。等福耶尼克南把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做完以后，男主才正式的向福耶尼克南提问，问自己和妹妹白还是不是人类种的国王了。结果答案是 No。其实男主他们早就发现了，打进入这个异空间的时候，男主身边虽然带着平板电脑这些物品，却没有带着王冠，所以男主之前才那么崩溃，认定自己是输掉了某场比赛才会被困在这里。而且从平板电脑的文件时间推测，至少有39天的记忆被全部删除了。在男主思索接下来对策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被困在亚空间的第3天，史蒂夫和吉普利尔的恋爱魔法也已经解除。在挣到大量的灵魂碎片以后，史蒂夫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异空间生存的更加舒适一些，便购买了厨房用具和水井，以便主角团们每天都有不重样的食物补充身体所需。不过史蒂夫准备食物的时候，吉普利尔却主动跑到了史蒂夫身边擦拭他的脸庞，史蒂夫一脸欲拒还迎的样子，吓得男主立马大叫救命啊，这有一对臭情侣，我的心被他们伤透了。而这时候福耶尼克南又再次出现，邪魅一笑的告诉男主啊，虽然强制恋爱1天这个事儿第2天确实会被解除，但男主他们所在的这个亚空间本质根本不是什么不成为情侣就出不去的空间，而是不由分说的强迫成为情侣的空间。只要一旦有恋爱的想法，在这个空间里待着，就会越来越想恋爱啊！知道这个真相以后，男主当时可开心了，这可是千载难逢能有正当理由获得女朋友的好机会啊！于是很快福耶尼克南又按照惯例提出了抛硬币的小游戏，然后按照惯例妹妹再次背叛了男主，最终导致吉普利尔跟伊米尔·艾因给凑成了一对情侣。本质2个人是天敌，按理说是没法真心谈恋爱的，但是这2个人都秉持着这样做
是能取悦到男主的心态，真就彼此百合了一整天。到了第4天的时候，虽然强制恋爱的魔法已经被解除，但史蒂夫、吉普利尔、伊米尔、艾因却上演起了三角恋的吃醋大戏，而这个戏码更是让福耶尼克南一下子涨了12万分。所以福耶尼克南再次出现的时候，催促男主快点进入提问环节，好进行下一步撮合恋爱的小游戏之中。而这一次男主则问出了这场游戏无论最后以什么样方式离开这个亚空间，男主是不是都会败北。福耶尼克南则笑着回答道 No。这回答完全出乎了男主所料。男主一开始以为自己之所以会失忆和困在这里，就是因为自己的把柄在别人的手中，被迫进行了一场必败的游戏。但是福耶尼克南的回答反而让男主看到了希望。总之，这个第4天的游戏，白依旧正常发挥，背叛了男主，让史蒂夫跟伊米尔·艾因凑成了一对。这就导致恢复记忆以后，这3人彼此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复杂。就这样，时间过到了第5天、第6天 ，CP 关系上依旧在这3人组中间来回纠缠。而第5天的问答，男主则问福耶尼克南：“你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队友？”得到的答案却是 Yes。而第6天，男主问福耶尼克南：“这场游戏是否关系到人类国家的生死？”得到的答案却是No。 不过福耶尼克南的意思是会有多个种族因为这场游戏而即将灭亡，这就搞得男主迷茫了很久。男主一个劲的反思，我到底闯了什么样的祸能变成现在这样？就带着这样的疑问，时间来到了第7天。因为涨粉过快而过于兴奋的福耶尼克南，在直播前的小环节中还忙着跟弹幕中的同族网友对喷着。但这时候弹幕里似乎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在不停的催促福耶尼克南加快游戏的进程，而这个人似乎是让男主他们进入这个亚空间的关键人物龙金种。龙金种的出现让福耶尼克南不敢怠慢，继续去找男主他们进行下一步的游戏去了。经过了1天的思考，男主也似乎明白了什么，所以到了第8天，福耶尼克南所创造的亚空间，在男主和妹妹白以消耗挣来的1340万的灵魂碎片为代价下，将这里给变成了都市里的夏日祭典。而且不仅是建筑物齐全，甚至在这里还能看到各种忙着庆典的人类。史蒂夫不明白，他的子民可能在外面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男主他们怎么还有心思在这里办庆典呢？他恨不得现在就随便跟一个人配对离开这里去拯救人类种。但是男主却劝告史蒂夫，人类种是否灭亡这个事还不确定，并且男主告知大家，这个游戏真正的关键人物其实就是他史蒂夫。缺了这个搞笑属性的角色，这个游戏恐怕就很难进行下去。所以男主叫史蒂夫稍安勿躁。原来男主在确认福耶尼克南是队友以后，便决定全力以赴协助福耶尼克南增加直播的氛围，来加快收礼物的游戏进程。而今天的这个游戏规则叫绝对不能动心的夏日祭典2小时挑战。在这个庆典的2小时之内，大家只是普通的逛街就行，但是在此期间，所有人都不能因为别人的事情产生心动的感觉。福耶尼克南分发给主角团每个人一个心动测量器，一旦有人心动值超出了正常范围，那这个人身体就会被福耶尼克南强行操控90秒钟。心动次数第1多的人和第2多的人，在游戏结束后会像过去一样强行被魔法操控，相互恋爱一整天。虽然看起来游戏规则很简单，但大家都知道男主绝对没安好心，不然男主他们不会主动消耗挣来的钱去布置场景的。所以游戏开始以后，大家都极其小心。此时主角团被分散在了夏日祭庆典的各个角落，单独待着。史蒂夫根本就不明白这样做意义何在，结果走着走着，史蒂夫耳边被吉普利尔吹了一口气，吓得史蒂夫当时就一激灵。结果吉普利尔却很失望地说，史蒂夫，你虽然刚才吓了一跳，但心动值好像没怎么增加嘛，看样子这个心动值只限于恋爱方面。史蒂夫听完当时就怒斥吉普利尔。在史蒂夫看来，这个游戏只要5个人都不心动，就是5个人都能赢了，最后就可以向福耶尼克南提5个问题但吉普利尔却告诉史蒂夫这是不可能的。吉普利尔分析，男主他们之所以帮着福耶尼克南布置这个场景，就是他们已经发现这个游戏真正结束的关键是从观众那里挣到50亿的灵魂碎片的打赏，所以满足观众们看恋爱喜剧才是关键。而史蒂夫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会玩游戏的人，所以游戏最终必然是史蒂夫心动次数最多。所以吉普利尔的目标是不让心动次数第2的人变成男主，绝对不能让男主和史蒂夫撮合成1天情侣。为此吉普利尔才打算提前跑史蒂夫身边布局，好操控史蒂夫去色诱伊米尔·艾因。史蒂夫虽笨，但也
不傻。见吉普利尔没安好心，史蒂夫心说那干脆拉吉普利尔下水吧。吉普利尔早就看穿了史蒂夫的心思笑着说我早就猜到你会要色诱我，你放心，我早就铁石封心了，不可能中你的计而心动的。可话音刚落，伊米尔艾因就突然窜出来，并一脸不屑的看着吉普利尔说道：吉普利尔，你其实是想跟男主一起上床，让男主用霸道总裁的方式虐待你吧？结果这句话一出口，史蒂夫和吉普利尔两个人双双心动值+1。原来伊米尔艾因想法跟吉普利尔一样，只不过他的目标是让眼前的吉普利尔故意幻想跟男主羞羞的画面，从而产生心动的感觉。中了招的吉普利尔和史蒂夫瞬间就被福耶尼可男强行控制了90秒，而被控制的人需要做什么，则由弹幕前送礼物送的最多的妖精总决定。这一下子可就热闹了，妖精总们纷纷氪金，最终在1分钟内氪金最多的那个妖精总大佬让吉普利尔去扑倒伊米尔艾因。因为事先伊米尔艾因毫无防备，突如其来的拥抱导致伊米尔艾因也心动了一下当然伊米尔艾因不是因为吉普利尔而心动的，是伊米尔艾因觉得勾搭自己的这招太过幼稚，自己明明只会对男主心动，结果伊米尔艾因刚想到男主的那张脸，伊米尔艾因就自己心跳加快，心动起来了，属实自我感动。不过这也是妖精总他们算计好的，妖精总可是爱神的造物，非常善于挑动他人恋爱的情绪，而妖精总也是不惜一切代价在氪金，就是为了看天意总和基凯总两个天敌能谈上一场三角恋。所以最终这一场游戏就变成了史蒂夫、伊米尔艾因、吉普利尔被轮流控制在这里，不停的心动，互相聊骚。福耶尼可男看到这都被男主想出来的这个毒计给震惊到了，原来男主的目的就是让妖精总们产生互动的竞争意识，最终让他们为了有主导权而不停的去送礼物，从而达到快速获得灵魂碎片的目的。以这个增长速度来看，要不了几次直播就能凑满50亿的灵魂碎片。而男主和妹妹白此时压根儿就不在庆典的会场上，他们故意躲到了人烟稀少的山上。原来在2年前，男主16岁，白9岁的时候，这两个早已辍学在家的家里蹲心血来潮，想要去夏日祭逛一逛。结果在夏日祭当天，因为人多，导致两个人被人流给挤得分开了好久。当天白哭的梨花带雨，直到烟花大会放完，人流变少以后，男主才找到白。所以两个人对夏日祭一直都感到遗憾。不过白趁着这次机会想要弥补过去的遗憾，所以才提议将场景布置成夏日祭。而就在此时放烟花的时候，激动的白却突然鼓足勇气向男主告了白。白其实一直在受着这个空间的影响，怕哥哥被别的女人抢走，所以借着这个机会，白凑到了男主耳边问道：哥，白就不行吗？男主听到这话的时候，下意识的心动了，瞬间男主中了自己设下的陷阱，被控住动弹不得。原来这一切是白和福耶尼可男约定好设计让男主掉入的陷阱。此时妖精总们那是疯狂的氪金，竞价要让男主做出史无前例的恋爱举动。又因为这里只有白和男主，这样白就可以借着别人之手让男主跟自己撮合在一起。而最终氪金大佬的命令是让男主站出来当众宣布说：我就是萝莉控一模透哟，我一直就是把你当配菜，以性的方面看待你的。来，妹妹，让我们真正的合二为一吧。当时白听完这话，脸噌的一下从脖子一直红到了耳根，瞬间心动的被强控了90秒。原来妹妹的算计过于肤浅，妖精总们早就看出来这个妹妹白对爱也是一窍不通，所以故意让白也陷入到了恋爱的烦恼之中，从而也让白可以被操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此之后男主和白都没有再次陷入到妖精总的心动陷阱之中。不过第8天的游戏最终结束时，男主他们一共赚到了14亿以上的灵魂碎片，而夏日祭的游戏最终是史蒂夫心动了32次，伊米尔艾因、吉普利尔并列第2，都心动了18次。这就导致这3个妹子在游戏结束后被魔法操控的来了一场百合大戏。直到第9天，男主开始烦躁不安，因为打第8天的游戏结束之后，妹妹白就再也不肯跟男主说话，不给碰不给抱，连睡觉都不让男主上床。男主以为妹妹是因为前一天自己说出了关于性方面的话题，开始排斥自己。委屈的男主又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泣去了。史蒂夫这边3人组
主也因为之前百合太久了，让史蒂夫陷入了恨不得自杀来解决一切的争端。福耶尼可南一见这一状态，怕游戏还没有结束，主角等人就疯了。于是福耶尼可南宣布暂停一次直播，让大家好好休息一天。而在休息期间，男主好不容易鼓足了勇气，跪着求妹妹不要讨厌自己。但是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敢正视男主的眼睛，越是想劝说自己的哥哥冷静一点，白就越会羞红着脸想要翻窗逃离现场。但当白看到玻璃上映射的自己面容时，白却感觉这张犯花痴的脸跟史蒂夫一模一样。拥有天才逻辑能力的白却因为这事陷入了沉思。如果现在这个状态是恋爱的状态话，那难道之前白对哥哥的状态就不是恋爱的状态了吗？白陷入了自己的逻辑 bug 中不知所措。此时福耶尼可南实际上正在偷偷的开着直播，在暗中观察着主角团们的隐私生活。所谓的休息一天只是个幌子，福耶尼可南只是想把男主和白这种禁断之恋的私生活以更真实的方式展现出去，来吸引更多的同族人的氪金。此时白依旧选择逃避，打算先去洗个澡舒缓一下心情。不过由于男主和白是不能单独行动的，所以男主一直在浴室的外面待命着。本来白洗澡的时候突然下定决心要正视一下自己的感情，打算来一个浴室滑倒亲男主的一个桥段来证明自己对哥哥的爱。结果白刚以搓澡为由骗男主进入到浴室，白就因为看到了男主的面庞瞬间羞红了脸，情绪甚至不受控制的大喊道哥哥是色狼，并且还本能的把男主推出了浴室。可白却脚下一滑，一下子坐到了男主的身上。虽然白用手捂住了男主的眼睛，但羞耻心、恋爱心、少女心和逻辑心撞到了一起，白的脑子彻底混乱了。男主刚开口叫白冷静一点，白就仿佛被触碰了某个开关一样，仿佛明白了一切，并下意识的说道原来这一切都是哥哥的错。接着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起了放在浴室的手机，操作了几下之后，瞬间整个异空间的景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白彻底陷入了癫狂的状态，一边喊着不理解，一边改写着世界。白用得来的灵魂碎片将整个亚空间完全重组，天空变成了红色，花园变成了山川溪流。随后白突然套上了奇怪的黑色服装，面容逐渐扭曲，仿佛魔王一样，并对着男主他们大吼道哥，你这个垃圾，凭什么得意忘形？原来白平时说话慢啊，是因为脑子里面的计算速度太快了，嘴巴跟不上。但是现在的白完全放弃了思考。此时的白向众人宣告的无名黑白要来审判哥哥的罪行。因为环境的变化，男主史蒂夫、吉普利尔、伊米尔银都站在被重组的场景之中，看着眼前的变化不知所措。就在大家质问男主这是咋回事的时候，妹妹白却通过灵魂碎片购买的魔法，把男主装到了一个气泡之中，送到了自己的身旁。白问男主哥哥，你一直想要女朋友对不对？但是有了女朋友的话，你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呢？男主害羞的一句话都说不上来。结果白却说了我知道的，我知道像哥哥这种人除了游戏以外什么都不懂，只擅长作弊，自己一个人连爬行都不会，世界最底层的杂碎想要的是什么哦？听到这话，吓得男主连忙跪地道歉，一个劲的说：“斯密马塞，我就不该出生。”不过白并没有要加害男主的意思，反而说道：“我知道你这个杂碎最想要的是什么，放心吧，哥哥，没问题，就由我黑白来彻底调教你吧。”接着，白就带着男主飞向了远方耸立的城堡之中，而剩下的3个人面面相觑。本来吉普利尔想要第一时间冲去阻止白的行动，但是白似乎创造了看不见的空气墙，根本无法靠近。再加上灵魂碎片都集中在空白的手机和平板里，吉普利尔他们也没有办法使用魔法，所以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白带着男主去开房。好在这个时候，福耶尼可南出现在了吉普利尔他们3人的身边，并一边直播还一边兴奋地说：“这比我之前设计的游戏刺激多了。那么第10天的游戏，我们正好修改成妖精种本来的游戏，今天的比赛一定能大赚一笔。”说着同时，福耶尼可南向着众人讲解到了这个从魔王身边救回公主的游戏。福耶尼可南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平板，可以直接看到直播观众们给自己打赏的金额。同时，除了男主以外的4个妹子可以通过把观众给自己氪金送的灵魂碎片拿去购买一种有着自己长相的复制体士兵。这些复制体士兵可以射出一种泡沫，泡沫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有的地貌和地形，同时这些泡沫也可以消灭别的玩家的士兵。福耶尼可南给吉普利尔他们3个人各自设置了一个据点，并说吉普利尔他们的士兵最终只要打到对方的据点，射中对方玩家，那么那个被射中的玩家就会被淘汰。游戏时间为2个小时，谁最终在
在规定时间内夺走了男主，谁就最终获得胜利。游戏结束时，获胜者与谁牵手，就将会被魔法强制成为情侣一天。有了福耶里可南的支持，史蒂夫、吉普利尔和伊米尔艾因不敢耽误，立马开始购买士兵，朝着空白所在的城堡攻去。而此时男主正被白关在城堡的牢笼中，白手中正拿着一个奇怪的物体。男主拼命地向白求饶地说道：妹妹呀，我要先说明一件事情，菊花它是出口不是入口啊，快把那个邪恶的东西放下吧。不过在白兴致正盛的时候，福耶里可南突然出现，阻止了白。福耶里可南来这里就是为了告诉白他们接下来要玩的游戏。本来白是不想参加的，但是福耶里可南说，如果白能守住男主不被别人抢走，就让男主向盟约宣誓，一辈子都不交女朋友。而这个条件正是白想要的，因为白本身就想以妹妹的身份一辈子独占男主，所以白最终也加入了士兵大战之中，跑去指挥自己的部队，与史蒂夫、吉普利尔和伊米尔艾因三人大战了起来。此时的另一边，史蒂夫已经率先造出了5000人的士兵，一马当先，把前行的道路变成了桥梁，打算最先把白的城堡给攻下来。但是走着走着，史蒂夫就发现了自己的士兵阵型的后排正在逐渐消失。等史蒂夫切换了屏幕看到现场时，才发现原来史蒂夫早已经中了白的口袋阵，一群黑色的白分为不同兵种360度的全方位包围了史蒂夫的部队，并进行了偷袭。很快史蒂夫的先头部队被全数消灭，但是这还没有完，白的一小撮士兵很快就出现在了史蒂夫的据点附近，眼看就要打进来射杀史蒂夫的时候，吉普利尔的士兵却突然出现，干掉了白的突击小队。史蒂夫心说啊，幸好自己还是有队友的，然后就见吉普利尔的部队枪口全对向了史蒂夫这边，吓得史蒂夫一个劲的乱叫，问吉普利尔为什么。这时候福耶里可南却突然出现，吐槽史蒂夫，说史蒂夫才是最有问题的那个，毕竟这个游戏是谁先抢下男主，谁就有可能跟男主成为一天情侣。史蒂夫如果没有私心的话，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另外2个人联手，而是单独抢先行动呢？所以史蒂夫也是抱着背叛另外2个人的想法才行动的。不过史蒂夫不想承认这件事，所以史蒂夫跟福耶里可南说啊，自己纯粹就是不会玩游戏罢了啊。不过眼见最弱的自己已经走投无路，史蒂夫索性让吉普利尔把自己干掉算了，只要他们帮自己守住这个世界的伦理和和平就行了。于是吉普利尔说，哎，我才不会开枪呢。原来吉普利尔本人就混在自己的士兵中，并亲自来到了史蒂夫的这个据点。吉普利尔来就是为了跟史蒂夫联手的，因为论技术没有人是白的对手，要想赢白就只能合兵一处，用数量的优势彻底打垮对手。而且吉普利尔为了保住男主的节操，也是宁可牺牲自己，所以为了消除史蒂夫的顾虑，吉普利尔甚至打算向盟约宣誓，主动放弃跟男主成为情侣的权利。但这时候伊米尔艾因也突然杀到了这里，并阻止了吉普利尔的宣誓。伊米尔艾因告诉另外2人，他们的士兵的来源是观众打赏而来，而观众想要看的就是他们能跟男主组成 CP。如果这时候史蒂夫、吉普利尔主动放弃谈恋爱的想法，就会直接阻断自己的经济来源，造成兵力不足。所以伊米尔艾因提议3人在打败白以前暂时结盟，让观众们自己幻想他们的 CP 关系，这样各 CP 爱好者就会为了自己的组合给他们疯狂打赏。史蒂夫和吉普利尔一听，哎，有道理啊，便手握着手组成了百合临时同盟，合兵一处朝着城堡攻去。而白这边本来以为自己胜券在握，就没有再去管士兵的动向，跑回去拿皮带、蜡烛和老虎灯去 PUA 男主去了。但是一回头却发现不好，排山倒海般的军队正势如破竹一般吞没着白的军队，在绝对数量的武力面前，策略与战略形同虚设。原来史蒂夫他们3人表演了一出百合恩爱纳戏，3人互相蹭来蹭去，把观众们都给看兴奋了。同时史蒂夫的支援金是最多的，因为大家都想看到男主被史蒂夫给占有走，这样剩下的吉普利尔和伊米尔艾因就更有机会被凑成一对 CP。 知道这种事儿以后，吉普利尔和伊米尔艾因更是拿接吻等事挑动观众们的情绪来氪金。反观白这边，因为白起初的想法就是让哥哥一辈子都交不到女朋友，这样白就能一直占有男主了。但是妖精总们根本不想看到这种无聊的亲情剧，导致白就根本获得不了多少部队。眼见大势已去，崩溃的白也从疯狂的黑白状态恢复了过来，并躲在角落里抽泣，祈祷着哥哥不被别人抢走。就算如此，白还是用极少的兵力硬扛了75万大军，
兵撑了40多分钟。但现如今，史蒂夫士兵中的狙击手已经发现了白，在白蹲在那崩溃的时候，史蒂夫的士兵一发泡泡子弹直接射中了蹲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白。史蒂夫高呼游戏就此结束，然后一回头，史蒂夫也身中2发子弹，当场被淘汰出局。没错，在确定最大的敌人被打败以后，吉卜利尔和伊米尔艾因为了争夺男主，就率先选择背叛了史蒂夫。但是史蒂夫淘汰出局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多可惜，他本来就只是想阻止男主他们发展成骨科关系。但是史蒂夫此时不经意间就问了一句：为什么白穿着空的衣服？该不会已经是事后了吧？这话一出，立马就让吉卜利尔和伊米尔艾因警觉了起来。但是为时已晚，在2个人背叛史蒂夫的同时，他们底下的士兵就已经开始互相打了起来，并在一瞬间就打得同归于尽。再回头一看白的状态，才发现他们中了男主的陷阱。原来盟约的限制除了游戏本身以外，任何攻击是不能破坏别人个人财物的。而男主把自己的衣服给白穿了以后，狙击手的泡泡只打在了男主的衣服上，并没有击中白，所以白并没有被淘汰。而此时白埋伏的士兵正好突然出现，并瞬间射中了吉普利尔和伊米尔艾因，而操纵这些士兵的人正是男主。原来男主早就自己挣脱了束缚，在白崩溃期间，男主抢过了平板电脑，操作起了这些士兵，同时还给意识模糊的白穿上了自己的衣服。而此时恢复神智的白不明白男主为什么到这一步还愿意帮自己，但是男主却十分慈爱地告诉白，其实白一直都有在给男主留退路，不然男主不可能那么容易就挣脱束缚。所以男主一直在配合妹妹的节奏，主动选择被皮带抽选择被调教，因为男主绝对不会让白孤单，绝对不会丢下白不管。男主是下定了决心，永远都会跟白在一起。男主也知道白是害怕自己被抛弃才黑化的，所以此时男主明确地告诉了白，比起脆弱的恋人关系，男主跟白的关系远高于这些，二人一体是永不分离的。就这样，游戏以白的胜利告终，男主跟白携手共同走出了大门。而这一场直播游戏也成功的募集到了远超50亿的灵魂碎片的佣金。史蒂夫、吉普利尔和伊米尔艾因全员都安全的离开了这个亚空间，并恢复了之前的记忆。而这个时候，福耶尼可南已经拥有了180万的粉丝。此时的福耶尼可南正向着发光平面里面的其他妖精种们宣告道：还当我说的东西是胡说八道吗？来吧，支持我吧，我将带你们去品尝前所未有的异种族间的恋爱美味，支持我打响反叛森精种的第一枪。而屏幕后面的那些妖精种们似乎也响应了福耶尼可南的号召，最终让福耶尼可南成了妖精种的全权代理者。这一场恋爱游戏终于落下了帷幕。不过故事到这里其实才讲了2/3，恢复记忆以后的男主他们便很快的在自己的国家召开了一次全联盟种族的首脑大会，开会地点就是皇宫的混浴的浴池。男主你们懂的，他一直是主张坦诚相待的，不过男性被要求要披上浴衣，还要被蒙着眼睛才可以进入浴室。而第一批到达浴池的各种族的首脑包括海奇种的女王莱拉、基凯种的伊米尔艾因、吸血种的布拉姆、天翼种的阿兹利尔、妖精种的福耶尼可南、兽人种的伊冈伊野和巫女，以及未来很可能会成为神灵种代理人的番楼。这一场聚会本来是作为庆祝妖精种加入同盟而做的例行会议，但是兽人种的巫女却突然站了出来说，我要发起议题，根据空你的回答来决定我们兽人种未来是否退出同盟。巫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前男主他们的各项骚操作，导致现在这个世界突然变成了由森精种带领的一个阵营和男主带领的一个阵营，本来大家各自为政的状态被彻底打破了，再这么下去可能就会引发世界大战。所以巫女要从男主这里得知男主是否有必胜的把握，不然现在他就会为了族人退出男主的联盟。逼不得已，男主也只好全盘托出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各位还记得第10卷末尾时候所说的事吗？当时男主利用了潜藏在人类种国家的双重间谍，正打算把所有种族的弱点全部公之于众，以此达到威胁其他种族必须跟自己结盟的目的。但是男主的计划还没有彻底实施的时候，整个人类种的城镇突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原来森精种利用他们奴役的40万妖精种，将全人类种全部给困在了亚空间之中。为什么能做到呢？男主其实也
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森金总的布局可能很早以前就已经实施了。但麻烦的是，那些叛国的双重间谍工商联合会的人也一并被转移走了，这就导致这些人类种已经成为了森金总们的手上的人质筹码。只要男主想要救回人类种他们，森金总首领就一定会逼迫男主玩一场必败的游戏，从而控制那些间谍，把各国的弱点报到自己手里面。这样森金总就等于控制了全世界各种族的脉门，而男主最后必须输给森金总，不然人类种将永远困在亚空间之中。这种必输的局面，男主他们也是束手无策。就在男主不知所措的时候，天空却突然一黑，巨大的龙金种之王葱龙雷根雷夫突然出现在了男主的面前。本来这龙6000年前大战之后就已经消失不见了，而此时他却出现在了这里。这个龙王让男主一定要把人类种们全部给救回来，因为龙王已经发现了男主的手段，打破了这个世界各种族的平衡。如果他不出面阻止，人类种必将灭亡，世界将再次陷入混乱。不过雷根雷夫并不打算直接出手相助，所以他把妖精种中一直有别于同族人理想的福耶迪可南介绍给了男主，让他协助男主把人类种们给从亚空间给救出来。雷根雷夫表示他会消除掉男主那些双重间谍们有关各种族弱点的记忆，避免这些情报制造世界大乱。说完这些雷根雷夫就瞬间消失了。而福耶迪可南则表示他需要收集到50亿的灵魂碎片，才有足够的魔力将人类们从亚空间给救回来。不过雷根雷夫要求男主他们协助福耶迪可南参与收集灵魂碎片的游戏时，必须失去这一段时间的所有记忆，以免森金总等人察觉到有龙金种干预其中。而福耶迪可南之所以愿意帮助男主他们，就是因为他是男主的粉丝，他其实一直期待着跨种族的恋爱故事，以增加森金种与以前不一样的灵魂强度。于是这才引发了前文中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恋爱游戏。可就算最终男主他们把人类种从亚空间给救出来了，工商联合会的人还是害怕史蒂夫他们的制裁，最终选择带走了大量人员与资源，去往了人类种的飞地，就是之前男主他们从克拉米他们手中夺来的森金种的领地。工商联合会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人类种的共和国国家。打这一刻起，人类种分裂成了2个国家，男主也只是王国的国王，不再是全人类种的国王。一半以上的人类选择投靠了共和国，这也是为什么兽人种巫女突然提出要退出同盟的原因。因为森金种拥有大陆最大的国家，而且现在森金种还联合了龙金种、巨人种、月勇种、妖魔种，要对男主展开全面战争。如果男主没有胜算，一旦开战被森金种封锁贸易路线的话，兽人种的国家可能会再次陷入4分5裂的状态，所以巫女打算趁早退出，以保全兽人种们。但就在巫女一野据理力争，正说着他们打算背叛同盟是明智之举时，提尔突然从地里钻了出来。原来提尔作为地精种的代表，也被安排来参加了这场会议，但是提尔的出现却让巫女瞬间呆住了。男主则向巫女宣告道，地精种这个世界第2大的国家其实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联盟之中，而且兽人种一直需要的一种矿石能源，地精种那里多的一直都是把他们当工业残渣随处丢的。男主略带嘲讽语气的告诉巫女，你们退出也没有关系到时候开战我们会全力以赴压垮你们的兽耳王朝的，到时候请多指教哦。这话一出，逼得巫女羞红着脸，只能自认打脸，不再提出退出同盟的事情。而在男主彰显出自己必胜的决心以及拉拢人的手腕之后，天翼种、海七种、吸血种、妖精种、基凯种、地精种的各首领们也纷纷表示会继续效忠，做男主的盟友。但这一切都忙完以后，会议结束后的傍晚，男主和妹妹白坐在王城的大阳台上，若有所思。史蒂夫则是担心两人的状态，带着自己亲手做的甜甜圈来看望男主他们。攀谈中，史蒂夫了解到男主他们认定这一次跟森金种的博弈上是男主他们输了，虽然表面看没造成太大的损失，但是男主所谓的不牺牲任何人的策略被森金种给彻底破局了。因为这个口号必须一鼓作气，迅速的拉拢所有的种族，一旦时间拖得越久，大家就会因为利益和猜疑产生分歧。结果森金种利用了男主设下的毒计，利用双重间谍，反而让这个世界变成了两个联盟之间的对抗。男主
主想要的奇袭计谋已经彻底失败了，一直宣称没有败北的空白兄妹为此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但是史蒂夫却劝说道，你们这个失败本来就是早晚的问题啊，为什么要沮丧呢？毕竟空白再怎么厉害，终究也只是人类，何况男主和白经常计算失误，连独自行动都不行，完全是家里蹲的废人，还总是靠虚张声势，靠运气才勉强捡到胜利，所以失败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男主说，你是来骂我们的还是来劝我们的？男主告诉史蒂夫，其实这一次他和白的计策并没有犯下任何的失误，但还是输了。比如人类国家被转移这件事儿，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实现，这正好证明了森金总从一开始就掌握了男主他们的动向，所以男主怀疑他们一直以来的战略方针是不是都是错的。但是史蒂夫却告诉男主，你们根本就没有错，如果空你所想的不牺牲任何一个人是错的，并且会造成世界毁灭，那换谁来这个世界都会毁灭，所以你只需要像游戏玩家一样去玩游戏就够了，其他的事情不用你们去想。别忘了，你们的背后不总是还有我在吗？哎呀，这话说的给白给感动的，当时都想喊史蒂夫叫妈妈了。男主也终于发现他们并不是孤军奋战，于是男主和白一改往日的状态，眼下的检讨会，男主也让史蒂夫加入其中，并聊了一晚上未来的计划。次日，提尔在从其他人那里得知男主他们经历了一场恋爱游戏的比赛之后，提尔跑来问男主，这个游戏会不会带来啥负面影响？男主只好说出了因为是白赢的游戏，按照约定，男主他已经向盟约宣誓自己一辈子都没办法交女朋友的事情了。可就在男主说到这儿的时候，妖精种的福耶里可男却突然凭空出现，并在众人面前说道，各位不用担心啊，男主只是宣誓一辈子不交女朋友，可是他还可以交情妇、炮友以及开后宫啊，只要跳过女朋友的阶段，直接娶妻一样不违反盟约。哦，这话一说出口，其他妹子们如狼似虎一样的盯着男主。男主本想解释，就算如此，他也通过游戏确认了自己跟妹妹白是二人一体的，自己选择跟别的女性结婚之前，肯定要经过妹妹的同意才行。而妹妹白像是读懂了男主的心思一样，当即就开口说道，恭喜哥哥呀，要处男毕业了。没错，妹妹白跟男主当初梦里一样，竟然无条件的支持起了哥哥开后宫。但白之所以会支持，是因为白已经认定了自己就是哥哥的大老婆，是永远在男主心中的第一位，所以现在让哥哥主动跟别人发生关系，就可以让男主降低道德门槛，到时候男主就没有理由不对他这个正宫妹妹出手了。有了白的支持，一下子男主身边的妹子们就开始暴动了起来，纷纷抢着要求夺走男主的第一次，吓得男主只好抓起了妹妹的手，在众多妹子要抓住自己之前疯狂逃窜。而与此同时呢，另一边，原人类种飞地者工商联合会的成员们正聚在这里，他们被克拉米和菲尔保了下来，得到了森金种国家的保护。而此时，菲尔对着眼前的工商联合会的人说道，那么开始我们的战争吧。菲尔他到底要做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